Jack Dorsey 裁掉一半員工後，公司股價暴漲了 25%。2026年2月26號，一條推文在硅谷炸開了鍋。Jack Dorsey，Twitter 的聯合創始人，現在 Block 公司的 CEO， 親自發了一條消息，內容只有一句核心信息：我們今天要做公司歷史上最艱難的決定，把組織從1萬多人砍到不到6000人，超過4000人今天開始離開。更炸裂的是原因，他沒有說什麼宏觀經濟不好，市場下行，需要節省成本。他說的是 AI 的能力在2025年底出現了一次躍遷，我們認為公司不可能再保持原來的規模了。消息公布當天 Block 的股價盤後暴漲了 25%。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裁掉一半員工，華爾街反而瘋狂鼓掌？這件事的底層邏輯遠比你看到的新聞標題要深得多。今天我不想簡單的複述一個裁員故事，我想帶你看清楚3件事。第一， Jack Dorsey 到底在幹什麼？他要把公司變成什麼？第二，他做這個決定的思考過程，為什麼一定要在公司還賺錢的時候動手？第三，也是我最想跟你聊的，這件事對每一個正在上班的人意味着什麼？先說第一個問題， Jack Dorsey 到底想把公司變成什麼？裁員1個月後，他和紅杉資本的合夥人 Roelof Botha 聯合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叫從層級到智能。這篇文章的核心論點非常激進。他說，人類發明公司層級結構已經有2000年了。從羅馬軍團開始，百夫長管10個人，將軍管百夫長，皇帝管將軍。這個結構的本質是什麼？是信息路由。在一個太大了，一個人看不過來的系統裡，你需要中間層來傳遞信息，預處理決策，維持上下的對齊。2000年來，這個結構的材料一直沒變過，就是人。用人來傳話，用人來匯報，用人來開會對齊。問題是，人這種材料有嚴重的帶寬瓶頸。你每多加一層管理，信息就多失真一次；你每多開一次會，決策就多延遲一輪。公司一旦超過幾百人，就開始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所有人都很忙，但公司整體在變慢。說到底，這不是管理問題，這是材料問題。就像你用木頭蓋房子，蓋到6、7層就是極限，不是因為建築師不夠聰明，是因為木頭承受不了更大的重量。現在 AI 出現了，它可以全天候不間斷地匯聚公司所有的信息， Slack 消息、代碼提交記錄、客戶反饋、財務數據、會議紀要，然後在這些信息之上構建一個他稱之為智能層的東西。任何一個員工都可以直接向這個智能層提問，直接獲得做決策需要的全部上下文。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中間那些負責傳話、匯報、對齊的管理層，他們的核心職能被替代了。不是他們不夠聰明，不是他們不夠努力，而是他們所承擔的那個功能，信息路由，被一種效率高出幾個數量級的新材料接管了。所以 Jack Dorsey 把公司壓縮成了3種角色。第一種叫個人貢獻者，就是真正做事的人，寫代碼的，做設計的，跑銷售的。因為有 AI 智能體的加持，一個人現在可以幹過去一個團隊甚至10個人的活。第二種叫直接責任人，他們不管人，他們只管結果，理解客戶需要什麼，拆解成任務，確保事情做成。第三種叫球員教練，注意，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理，他们自己下場打球，同時幫助隊友變強。這種關係不是永久的上下級匯報，而是臨時的賦能關係。今天我幫你，明天你幫別人，整個公司的形狀也變了，不再是金字塔，而是一個圓。AI 在圓心，人在外圍。人類的工作不再是傳遞信息，而是校準系統，把人的判斷力、價值觀、對客戶的理解持續地餵給圓心的智能層。你可能會說，這不就是另一個硅谷 CEO 畫的大餅嗎？我之前講過 Notion 創始人 Ivan Zhao 的那篇文章，他用鋼鐵和蒸汽機做比喻，說我們還在把 AI 塞進舊房子裡。但 Jack Dorsey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不只是在寫文章，他真的把自己公司一半的人砍掉了。這不是思想實驗，這是真金白銀的全力以赴。而且他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論點，他說公司最大的瓶頸
其實是自己的產品路線圖。什麼意思？傳統公司的運作方式是這樣的，產品經理做用戶調研，寫需求文檔，排優先級，然後工程師按照路線圖一步步做。但問題是，路線圖本質上是你對世界的假設，你假設用戶想要什麼，然後按照這個假設去建造。Jack Dorsey 說，在 AI 時代，這個流程應該反過來，用戶直接提出需求，系統實時調用已有的能力去滿足。如果滿足不了，那個滿足不了的地方就自動變成了下一步該做的事情。路線圖不是規劃出來的，是被用戶逼出來的。Block 在這一點上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它同時擁有 Cash APP 和 Square， 也就是說，它同時能看到買家和賣家兩邊的交易數據。每天有幾百萬筆真實的錢在他的系統裡流過。Jack Dorsey 說了一句特別精闢的話，錢是世界上最誠實的信號。你在社交媒体上說什麼，你在調研問卷上填什麼，都可能是假的。但你的錢花在哪裡，這個信號騙不了人。當你把這種高密度的真實信號接入 AI 智能層，你的公司就不再是一個執行機器，而是一個能自己感知、自己適應、自己進化的智能體。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那期播客的標題叫每個公司現在都可以成為一個迷你 AGI。好，現在來看第二個問題，也是我覺得最值得深思的部分。Jack Dorsey 是怎麼想清楚要動這一刀的？他在播客裡詳細拆解了自己的思考過程。他說他做了一個很冷酷的反向推演。第一步，保證現有業務100%正常運行，最少需要多少人？第二步，滿足所有監管和合規要求，最少需要多少人？第三步，在此基礎上還能保持增長，並且把公司重建為智能體形態，需要多少人？3個條件疊在一起，得到的那個數字就是6000人。但是在他的推演過程中，有一個判斷比裁多少人更重要。他說了一句話，大意是一定要在強勢狀態下主動重構，而不是在弱勢狀態下被動收縮。這句話的分量你得仔細品。你見過太多公司是怎麼死的了？不是一下子死的，是慢慢耗死的。今年裁 10%， 明年裁 20%， 每一輪裁員都是被動防御，沒有方向，沒有創造力，只是在不斷收縮。員工人心惶惶，優秀的人最先跑掉，留下來的人躺平等下一輪。這種慢性死亡比一次性斷腕更痛苦。Jack Dorsey 選擇了相反的路徑，在 Block 的營收還在增長的時候動手。2025年第4季度，公司營收 62.5 億美元，毛利潤同比增長 24%， 還上調了2026年的全年預期。這不是一個活不下去的公司在掙扎求生，這是一個賺着錢的公司在主動革自己的命。他說整個決策過程不到3週，團隊反覆討論，快速推演不同方案，持續校正假設。董事會不但沒有阻攔，反而高度支持。為什麼？因為整個邏輯鏈條是清晰的，有原則，有推導，有可驗證的未來圖景。他在播客裡還分享了一個非常個人的反思。他說他曾經犯過一個大錯，就是過度授權。他把 Block 分成幾個獨立的業務單元， Square 一個負責人， Cash APP 一個負責人，試圖搞多 CEO 結構，結果公司變成了一個鬆散的控股公司，文化分裂，節奏不統一，執行力斷裂。他從這個教訓裡學到了一件事，在公司真正變成智能體之前，過度授權反而會讓系統失控。你得先把中樞建好，才能放手。他還講了另一個讓我很有感觸的故事。他說 Cash APP 剛開始做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反對，董事會不理解，內部團隊不認同。他每堅持一天都在消耗自己的信用。但他說了一句話，每家公司都有多個創始時刻，不是只有最開始那一次。每一次你做出一個違背所有人直覺的關鍵選擇，你都在重新定義這家公司。所以他能做到一件很反直覺的事，接受短期失去信任，去換長期正確。前提是你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以及你知道未來如何贏回來。
他甚至把這種能力總結為一個詞，就是不被外界評價綁架。但他強調，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基於原則的堅持。說到這裡 Rolf Botha 補了一刀，他說好的 CEO 需要3個核心素質：真實、理性和同理心。但在 AI 時代還要加一條速度，因為變化太快了，猶豫6個月可能就錯過整整一代機會。然後 Jack Dorsey 說了一句特別有意思的話，他說大多數人把 AI 當成輸出工具，讓它幫你寫文案、寫代碼、做設計，但這完全搞反了。AI 更重要的價值是輸入增強，不是幫你產出，而是給你更好的信息，讓你做更好的判断。他說他有整整1年，每天早上花3個小時做一件事，把各種 AI 工具的產出餵給自己，不是讓 AI 替他做決定，而是用 AI 給自己補充更完整的上下文，然後自己做決定。這背後的邏輯其實是，在信息爆炸的環境下，真正稀缺的不是產出能力，而是一種他稱之為品味的東西。Jack Dorsey 特別強調，這個品味不是審美上好不好看，而是3件事：你有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你願不願意偏執的去推動它，以及它是不是真的比現有的東西更切中要害。他說，現在的問題是太多公司在做複製，因為 AI 讓複製變得太容易了，模板化變得太快。真正稀缺的不再是能力，而是觀點。Blog 內部的工作方式也跟着變了，過去開會是帶 PPT、帶文檔、講想法，現在每個人直接帶原型來，當場就能修改、討論、驗證。決策不再基於描述，而是基於一個真實可操作的東西。Jack Dorsey 說，這帶來了一個根本變化。過去強調專注，一次只做一件事，現在可以同時探索好幾個方向，因為試錯成本幾乎降到了0，一個原型1小時就能做出來。但他話锋一轉說，有一個東西反而變得更重要了，就是最後那 20%， 判斷力、審美、創造力。AI 可以幫你完成前面 80%， 但真正決定這個東西對不對，該不該做的還是人。好，該來說第3個問題了，這件事跟你有什麼關係？我先說一個讓人不太舒服的事實。Block 宣布裁員的那一天，華爾街用盤後 25% 的股價暴漲投了贊成票。緊接着 Fortune、CNN、Bloomberg 的報道幾乎都引用了 Jack Dorsey 的一句話，他當時說，1年之內大多數公司都會走到跟 Block 一樣的地方。這不是威脅，這是一個正在展開的趨勢。想想看，如果你是一個上市公司的 CEO， 你看到 Block 砍掉1半的人，不但業務沒崩，股價還暴漲，你會怎麼想？你的董事會會怎麼想？你的投資人會怎麼想？ Block 的員工怎麼說呢？有報道引用了內部員工的說法，士氣可能是4年來最低的。有人在全員大會上直接說，被強制要求使用大語言模型的做法很瘋狂。也有在職和被裁的員工告訴英國衛報，大約 95% 的 AI 生成代碼仍然需要人工修改，而且在銀行和支付这种強監管領域， AI 根本還無法獨當一面。這些批評是不是說明 Jack Dorsey 錯了？不一定。這些批評說明的是，他做的事情正好處在一個極其痛苦的中間地帶。舊結構已經在拆，新結構還沒有完全立起來，所有人都在承受這個過渡期的代價。但你仔細想想，哪一次範式轉換不是這樣的？當工廠把蒸汽機搬出河邊的那一天，水車修理工當然覺得天塌了，但歷史不會等所有人準備好才開始轉動。我作為一個投資人，看這件事兒有一個很個人的角度。過去10幾年，我投了300多家早期公司，我見過太多團隊的成本結構。一個20人的創業公司，60%到70%的成本是人力。如果 AI 真的讓一個人能幹過去10個人的活，那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你可能只需要2-3個人就能做出過去20個人的產品。創業的門檻在急劇降低，但對每個人的要求在急劇升高。Jack Dorsey 在播客裡提到一個特別重要的概念，冥想。它不是那種玄學式的冥想。他說冥想本質上就是訓練3件事：專注力、觀察力和不立即反應的能力。
翻譯成 CEO 的語言，就是在複雜系統中不被噪音帶走。這讓我想到一件事兒，在 AI 時代，你的競爭對手不是 AI 本身，而是那些比你更會用 AI 的人。而更会用 AI 的前提是什麼？是你知道自己要什麼。你得先有方向，工具才有用。沒有方向的人，工具越強大，他越迷茫。這其實是個意識問題，不是技術問題。Jack Dorsey 做了一件所有人都在想，但沒幾個人敢做的事兒。他用行動驗證了一個假設：未來的公司不是一個雇了很多人的組織，而是一個以 AI 為中樞，以人類判斷力為邊界的智能系統。這個假設對不對？時間會給出答案。裁員之後的幾個季度財報會陸續給出第一批真實的數據，但無論結果如何，有一件事已經不可逆了。從2026年2月26號開始， AI 時代的公司應該長什麼樣這個問題，從 PPT 上的遠景規劃變成了一個真實的正在運行的實驗。Jack Dorsey 自己也說了，他沒有什麼 Dorsey 劇本，這不是一個已經驗證的答案，這是一條正在探索的路徑。但他說了另一句話：如果今天讓我重新從零開始建一家公司，我不會把它當成一個組織來設計，我會把它當成一個智能體來設計。這句話值得你反覆琢磨，不是因為它一定對，而是因為它可能改變你思考工作這件事的整個坐標系。你現在所在的公司是一個組織還是一個智能體？你自己是一個被組織安排任務的節點，還是一個能直接和世界信號對話的獨立單元？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決定了你在接下來5年裡的位置。我是王立杰，我們下期見。